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你每天按时吃药，胰岛素一顿不落，但3-5年后心梗还是找上门，眼睛还是越来越模糊，最后不得不走进透析室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吓唬人，这是医院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事。因为太多糖尿病人心里藏着一个要命的想法，他们觉得只要药没停，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如果你也抱着这种吃药兜底的心态，那些可怕的并发症其实早就排着队在你身体外面等着了。我不是在诅咒你，我是想拉你一把。我见过太多病人药一把一把的吞，饭桌上却从不忌口血糖，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，最后身体全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药物只能帮你救急，真正能救你命的是你每天吃进去的那一口饭，喝进去的那一口水。道理很简单，长期高血糖是什么？它等于把你的血管、神经、心脏、肝脏、脾脏、肺脏、肾脏全都泡在一罐浓浓的糖水罐头里。刚开始你什么感觉都没有，等你感觉到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是不可逆的大麻烦了。所以日常生活才是控制糖尿病的真正战场。今天我会把糖尿病人日常必须做对的3件大事彻底讲清楚。6种饮品坚决不能碰，3类食物严格忌口，2个习惯必须雷打不动。这些东西不花你1分钱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照着做，你的血糖就能一辈子稳稳当当的，能保你晚年不受罪，让你远远躲开那些透析、截肢、失明的折磨。我们先说第1件大事，6种饮品坚决不能碰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很多人一双眼睛光盯着饭桌上的肉和菜，却偏偏忽略了每天喝进去的那些东西。对于糖尿病人来说，选对饮料有时候比选对菜还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液体里的糖就是隐形炸弹，它吸收的特别快，几乎不经过什么缓冲，直接就往你血液里冲。以下这6种饮品，不管你现在有多馋，为了健康你都得死死忍住。第1种就是碳酸饮料和那些5颜6色的果味饮料，你肯定熟悉，可乐、雪碧这些汽水，还有超市货架上摆满的各种果味水。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我不喝可乐，我喝点橘子味的水总行了吧？我告诉你真相，那些所谓的果味饮料里面压根没多少果汁，全是糖浆和香精勾兑出来的一瓶普通500毫升的饮料，里面的含糖量随便就超过50克。50克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你直接往嘴里嚼了10块到12块方糖。你平时喝咖啡放一块方糖都觉得甜得腻人，这10几块糖一口气喝下去，你的血糖能不飙升吗？它就像坐上了火箭，直接冲破天花板，这种瞬间的冲击，你那脆弱的胰岛功能绝对承受不起。第2种是甜奶茶，现在满大街都是奶茶店，年轻人在喝，很多老年朋友看着也眼馋，或者家里孙子孙女买回来孝敬您，让您尝一口。但是奶茶这东西对糖尿病人来说简直就是毒药，哪怕它杯子上写着半糖、微糖，那含糖量也是吓人的，更别提什么全糖了。一杯奶茶下肚30克、40克的糖就进了你的肚子，而且奶茶里头不只有糖，还有大量来自奶精的反式脂肪酸，有的还加珍珠、加芋圆，这些东西全是实打实的碳水化合物。这一大杯喝下去，你这半天的血糖都别想降下来。第3种是果汁，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误区。这一点我要重点跟你讲，因为中招的人太多了。很多人觉得饮料我不碰，那我自己在家用新鲜水果榨汁喝，100%纯天然，总该健康了吧？大错特错。水果本来是好东西，因为完整的水果里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你吃一个苹果得一口一口慢慢嚼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延缓了糖分释放，纤维也能在肠道里阻挡一部分糖分吸收。但是你一旦把它榨成汁，膳食纤维就全被破坏掉了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就是一杯浓缩的糖水。你想想，你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，但你喝一杯橙汁可能需要3-4个橙子才能榨出来。这一杯下去，好几十克的果糖直接冲进肠道，吸收速度比你直接吃水果快好几倍。哪怕是超市里卖的那些号称100%纯果汁，对糖尿病人来说也是红灯区。想吃水果你就直接啃，千万别榨汁。第4种是功能性饮料，它是心脏和血糖的双重负担。有些朋友觉得累了，或者出远门开长途车，总想喝点红牛之类的功能饮料提提神。这类饮料为了给你提供所谓的能量，不仅含糖量高得离谱，还含有大量咖啡因和牛磺酸这些刺激神经兴奋的成分。糖尿病人的神经系统本来就比普通人脆弱，你喝了这个不仅血糖会剧烈波动，还容易引起心慌失眠，你一晚上睡不好，第2天的空腹血糖准是高上加高。所以千万别觉得这是补品，这分明就是负担。第5种是酒精饮品，
饭前一口酒，活到99，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。但如果你血糖高，这酒杯你真得放下。无论白的、啤的、红的酒精，对糖尿病的危害都非常复杂。首先，酒精会干扰肝脏的正常工作。肝脏有个重要功能是储存和释放糖分来稳定血糖。酒精一进去，肝脏就得忙着解酒排毒，根本顾不上调节血糖了。这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严重的低血糖。你没听错，是低血糖。空腹喝酒导致的低血糖非常凶险，会让人直接昏迷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其次，长期喝酒会导致血脂升高，诱发脂肪肝，这些都会加重胰岛素抵抗，让你的降糖药效果越来越差。所以为了长远考虑，以茶代酒才是聪明人的选择。第6种是花式咖啡。很多朋友喜欢喝咖啡，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喝点黑咖啡其实还不错。但问题出在现在流行的那些拿铁摩卡、焦糖玛奇朵，上面顶着一大坨奶油，下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糖浆，这一杯下去，热量比你吃一顿正餐还高，糖分更是直接爆表。你喝的根本不是咖啡，就是一杯液体的糖和油。说了这么多不能喝的，那糖尿病人到底该喝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喝白开水。白开水是零热量、零糖分、零负担的，它能稀释血液，帮助你的身体把代谢废物排出去，是最好的药。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儿，喝着太寡淡，那我推荐你喝一点淡茶水，绿茶、红茶、普洱花茶，比如金银花、菊花都可以。茶里面含有丰富的茶多酚，对保护血管有好处，而且喝着清爽解腻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每天保证喝进去1500到2000毫升的水，大概就是7、8杯的样子。这等于每天给你的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洁。我们再来看糖尿病人必须做对的第2件大事，3类食物严格忌口。饮食控制是控糖的绝对核心。怎么说呢？成也是它，败也是它。你吃对了，血糖稳得像泰山一样；你吃错了，神仙来了都难救。以下这3类食物，请你一定要严格忌口。第1类就是各种甜食和精加工点心。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多讲，大家都明白。但问题就是很多人管不住这张嘴。蛋糕、饼干、巧克力、蛋黄派、桃酥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做的精致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但它们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？就是大量的白砂糖，加上大量的精致面粉，再加上大量的劣质油脂，这简直就是一颗标准的升糖原子弹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就算是市面上卖的那些所谓的无糖饼干，你也得留100个心眼儿。它可能确实没添加蔗糖，但它本身依然是大量的淀粉。淀粉进了肚子，经过消化会一点不差的转化成葡萄糖，速度一点都不慢。这种东西没什么营养，全是空热量，除了让你的血糖飙升，让你的体重增加，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。你一定要学会对他们说不。第2类是精致主食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，这一点是最难的，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大口吃主食。白米白面口感软糯，你已经吃了几十年了，但现在的米面加工的太精细了，外面的麸皮和胚芽全被打磨掉了，剩下的全是快消化淀粉。你吃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，跟你直接吃一碗糖，在升高血糖的速度上其实差不了多少。长期吃这种精细粮，你的胰岛细胞负担太重了，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抵抗，也就是你打的胰岛素干活不灵光了。那怎么解决呢？我也不是让你完全不吃主食，而是要你学会偷粮换柱。你回家把锅里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粗粮，比如玉米、燕麦糙米、藜麦、荞麦、黑米。粗粮的口感虽然粗糙一点，但它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。这个纤维就像一张细密的网兜，能把糖分兜住，让它一点一点慢慢释放到血液里，不至于一下冲得太高。以后做饭你就试试2米饭，也就是大米加小米，或者加糙米，或者煮点杂粮粥。原来你吃1碗饭，现在改成吃半碗杂粮饭，饱腹感会更强，血糖还能稳得住。第3种是油炸食品和高脂零食。早餐摊上的油条油饼，路边的炸鸡薯条，还有超市里随手可拿的薯片火腿肠，这些东西有2个致命的问题。第一是热量爆炸，油炸会让食物的热量瞬间翻好几倍。你要知道，肥胖是糖尿病的好兄弟，你越胖，你的血糖就越难控制。第2是油脂会严重干扰，代谢过多的坏脂肪吃进去，会让你的血脂升高，血液变得粘稠，这就会直接阻碍胰岛素发挥作用，让你的降糖药效果打折。而且很多加工零食里藏着大量的隐形盐和添加剂，对你的血压和肾脏都是沉重的负担。那到底该吃什么呢？请你牢牢记住3个金标准。第一，蔬菜要做饭桌上的主角。每顿饭绿叶蔬菜要占一半，菠菜、芹菜、油麦菜、西兰花、黄瓜、冬瓜，这些菜热量极低，纤维含量却很高。
每顿饭至少要吃一盘大概200到300克的样子，吃的时候少放油盐，最好是凉拌、清蒸或者水煮。第二，蛋白不能少，优质蛋白能帮你抗饿，还能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每天记得吃1个鸡蛋，喝1杯纯牛奶或者无糖豆浆，再搭配适量的瘦肉和鱼虾、鸡胸肉、瘦牛肉、去皮的鱼肉，或者来点豆腐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第三，吃饭要讲究顺序，这个小技巧特别管用。你先吃几口蔬菜垫底，再吃肉类蛋白，最后才吃主食。如果你先把蔬菜吃进去，胃里就有了纤维素这个缓冲垫，然后再吃肉，最后才动那一点米饭。这样一来，米饭就被蔬菜和肉包裹在中间，消化速度就会大大减慢。有研究表明，光是改变一下吃饭的顺序，就能让餐后血糖的峰值下降 10%到15%。这么简单又有效的方法，你一定要试一试。吃喝管住了还远远不够，你还得动起来，还得睡得安稳。接下来就是糖尿病人必须做对的。第3件大事，2个习惯必须坚持雷打不动。第一个习惯是坚持合理运动，运动就是你免费的降糖药。运动降糖的效果有时候比吃药还灵，因为我们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会主动从血液里抓取糖分来燃烧供能，而且长期坚持运动，让你的身体对胰岛素更敏感，让胰岛素干活效率更高，数据都在那里明摆着。长期坚持运动的糖友，血糖稳定率比不运动的人高出将近40%。那怎么运动效果才最好呢？你可以试试快走慢跑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、骑自行车、游泳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运动。运动的时候你要感觉身体发热，微微出点汗，心跳稍微加快。这时候如果你能跟旁边的人正常聊天，但唱不了歌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。每周至少坚持5天，每次30分钟左右。有一件事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空腹去运动，那样容易引发低血糖。最好的时间是在餐后1小时左右开始动，这时候你的血糖正在往上升，你通过运动正好把它压下去。这里要特别提醒你，出门运动口袋里一定要揣上2块糖或者饼干，万一你走着走着觉得头晕心慌出冷汗，这就是低血糖的信号，赶紧吃下去，关键时候能救命。如果你有关节不好的问题或者心脏方面的毛病，运动前最好先去问问医生，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，千万别勉强。第2个习惯是坚持规律作息，这一点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不到，但你一定要做到。太多糖尿病人忽略了睡眠对血糖的巨大影响。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前一天晚上失眠了，或者熬夜看电视刷手机了，第2天早上的空腹血糖肯定偏高。这是因为熬夜会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应激状态，身体以为你遇到大麻烦了，就会大量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，这些激素是专门来对抗胰岛素的，它们会强制让血糖升高来给身体供能。所以你熬夜就等于在你自己体内亲自制造升糖激素。给你3点实在的建议。第一，每天固定时间上床睡觉，固定时间起床，帮自己养出一个稳固的生物钟。第2，保证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。第3，晚上11点之前务必躺到床上，早上7点左右起来，中午可以稍微打个盹，20到30分钟就好，但别睡太久，不然晚上又睡不着了。最后我还想给你补充3点，这3点虽然不是直接的吃喝问题，但它们决定了你能不能把血糖长久的控制好。第1点是心态调节。俗话说气大伤身，对糖尿病人来说，气大不仅伤身，还特别伤你的血糖。焦虑、生气、抑郁、紧张，这些坏情绪全都会通过神经系统去影响你的内分泌，你一发火，血糖跟着就上火。研究早就发现，长期精神紧张的人，血糖波动幅度比心态平和的人要高出 20%。所以朋友们，到了这个岁数，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，凡事看开一点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别去操那么多闲心了，多培养点自己的爱好，养养花、遛遛鸟、练练书法，或者找老朋友下下棋、跳跳舞。你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放松了，血糖也就平稳了。第2点是长期监测，糖尿病管理是一场长跑，甚至是一辈子的事，光靠感觉是绝对不行的。你一定要监测家里备一个血糖仪，别嫌麻烦，别怕扎手指那点疼，这就像你开车必须看仪表盘一样，每天空腹测一测，餐后2小时再测一测，拿个小本子记下来，等你下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，把这个本子拿给医生看，医生才能精准的给你调整用药方案。除了自己在家测，你每3到6个月一定要去医院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，这个指标非常关键，它能反映你过去2-3个月的血糖平均水平，一点都骗不了人。还要记得每年定期查查眼底、肾脏功能和心电图，把并发症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。
第3点是家庭支持。如果你家里有糖尿病人，我请你多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关爱。你做饭的时候就迁就一下他们的口味，少放油，少放盐，多煮点杂粮饭。你别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甜食，别去诱惑他们，多花点时间陪他们散散步，多给他们一点鼓励。有研究表明，有家人支持的糖尿病人，血糖控制达标率要远远高出那些孤军奋战的人。你的一句真诚的鼓励，有时候比什么药都管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糖尿病日常控糖的核心方法，我就全都跟你讲完了，怕你一下子记不住。我们再一起从头梳理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1点，6种饮品你要坚决不碰，含糖汽水、甜奶茶、所谓的纯果汁功能性饮料、各种酒精饮品，还有那种像糖水一样的花式咖啡，你一定要刻在心里，白开水和淡茶水才是糖尿病人最好的良药。第2点，3类食物你要严格忌口，各种甜点零食、精细的白米白面，还有油炸高脂的食物，你回家就把主食换一半成粗粮，每顿饭多吃绿叶菜，你的血糖就能稳稳的控制住一半。第3点，2个习惯你要雷打不动的坚持。一是坚持规律运动，每周至少5次，每次30分钟，记得在饭后动，千万别空腹。2是坚持规律作息，晚上11点前必须睡觉，绝不熬夜，这样你的身体才有足够的气力去代谢掉多余的糖分。第4点，还有最后3个关键补充。一是心态调节，别生气，别焦虑，心态一旦崩了，血糖必定跟着崩。凡事看开点，心情好，血糖自然稳。2是长期监测，家里备好血糖仪，每天测一测，医院的糖化血红蛋白每3到6个月查一次，数据不会对你撒谎，它能救你的命。3是家庭支持，如果你是家属，请你多给糖友一点关爱和鼓励，陪着他们一起吃健康的饭菜，一起出门散步。家人的支持有时候比药还管用。朋友们，千万别再觉得我吃了药，打了胰岛素就可以随便吃喝，药物只是帮你走路的拐杖，真正能让你晚年不失明、不截肢、不透析、腿脚利索的，是你每一口吃进去的自律，是你每一天坚持下来的汗水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帮你理清了思路，对你真的有用，请在评论区写下4个字：血糖稳当，给自己打个气，也算是给自己立一个目标。也请你动动手指，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亲朋好友。多一个人看到这些知识，可能就少一个人走弯路，少一个家庭陷入痛苦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请现在就点一下订阅按钮，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对你有用的健康知识了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